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2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有两个，一个是新疆棉花案退潮，然后是中国纺织业危机显现，另外一个是习近平视察武警，强调全面练兵备战。那么今天是今天是新疆棉花案的第3天啊，那么有两件事情值得关注啊，一个就是 BCI， 就是 Better Cotton Initiative 啊，那么这个在上海的有个代表处，他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3月26号发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发得很奇怪，因为它的名义是 BCI 上海代表处所有员工啊，那显然这是个未经授权的声明啊，因为它既不代表 BCI， 也不代表上海代表处，它只代表所有员工。然后它用词也不规范，应该不叫所有员工，通常叫全体员工啊。全体员工是一个集合概念，所有员工是个体概念加总，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声明。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没说一下，它这说明就是3点。第一点，他又说BCI 全体中国地区的工作人员，他既然用的是上海代表处上海代表处所有员工但是他这声明又说 BCI 全体中国地区的工作人员所以这个指向非常的混乱坚定不移的支持中国棉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又郑重声明，他又郑重说 BCI 上海代表处再次郑重声明他又是全体所有员工，又说是代表处然后就说这个没有发生过一起，从未发现一例有关强迫劳动的事件然后第三个他说这个 BCI 中国团队这第3点又说这是中国团队，这3点有不同的代表那么齐心协力贡献力量就是表决心那么这个第一个这个声明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发现过一例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这第一。第二，如果他没有发现过一例强迫劳动的事件，为什么 BCI 会从去年3月份取消了新疆地区的棉花许可证那么取消肯定是来自于总部的行为，那上海代表处在这件事情当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恢复他的许可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上海代表处发的这个微博公众号它有多大的代表性我们值得怀疑这是第一个新闻。第二个就是微博热搜微博热搜是基本上是就是你可以讲它是网信办控制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它基本上可以看出它背后的意图。那么微博热搜开始降温今天我们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我跟他念一下微博热搜其实挺好玩，我剔掉了所有的这个娱乐新闻，因为我都不懂所以我就把它剔掉大家自己去看。然后它就有一些非常搞笑的东西。置顶是什么？互联网医院看病医保可以报销吗？置顶那么互联网医院已经出来了然后第7中间删掉了很多娱乐第7，华晨云说中国的目标不是超越美国，这个雄心壮志一下子给跌下了好多然后是8，外交部提醒北约还欠着中国人民的血债，这个是什么？这很搞笑。等一下我可以提醒为什么是一个这样的问题我把这个内容讲一下。这是记者会上问的说有记者提问24号塞尔维亚全国举行多场活动，
悼念22年前北约轰炸南联盟事件中的遇难者，然后就问中方对此有何评价。然后华春莹就说，3天前北约外长会议上将中国视为挑战，中国要提醒北约，北约还欠着中国人民的血债呢，北约别忘了啊。这华春莹这话一说呢，就说的好像满腔愤怒似的。可是中国人民早就忘记了，中国有没有举行过一场纪念活动？这个叫什么？塞尔维亚也是自作多情，中国人民自己都没有纪念过一次，塞尔维亚跑着去纪念什么鬼啊？然后说叫北约不要忘记了，中国政府早就忘记了。要是不是记者提问的话，华春莹也没有提出来，也没有主动讲啊，是不是啊？真搞笑啊！然后是9 BCI 上海代表处发表声明啊。10华春莹给记者播视频，揭批美涉疆图谋。15外交部回应，拜登不会让中国超越。17张文宏称，新冠疫苗成世界重开的唯一渠道。20东京奥运会火炬又灭了。22 10岁女孩被强奸怀孕，医生强制报告啊，这个很奇怪，10岁的女孩，怎么怀孕呢啊？我超出中国，我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是，为什么现在中国小说不行了？现在中国写小说写不好写，为什么？你看不用看小说，你看中国最精丽的文章都在网上啊。然后吴京小哥哥问班长要巧克力，字节跳动前餐饮主管敛财1000万，获刑6年。然后28新郎叫刘备，新娘叫关羽，你这吓死人啊。29美一战机开火击中自己啊。然后35宁波一鞋厂吊牌上印失踪儿童信息啊。36就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在干什么啊，要鞋厂来印这个失踪儿童信息。然后我就今天看见一条新闻说，这个公安部启动那个寻找失踪儿童的这个积案，他不讲数据啊。中国有天网啊，中国有天网，这个天网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天网，但这个天网从来不帮人找失踪儿童的啊，就专门找这个网上追逃啊。36拜登称任期内不会让中国超越美国啊，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放2条。然后43青海美协主席承认抄袭并道歉，青海的美协主席啊。44天问1号拍摄火星侧面像啊，火星侧面像，我不知道火星的正面是什么像啊，很搞笑。这就是你可以看微博热搜已经没有这个关于这个这些国际大牌这个的消息了，已经没有了，已经放下来了。然后说法是什么呢？说法是好像反应不是很激烈啊，反应不是很强烈啊。现在网上只有几个视频，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女主播啊，身材很好，然后在网络直播剪烂这个耐克的一件衣服的过程啊，这是一个。然后还有民众跑到 H&M 举牌抗议，结果没想到被保安带走啊。这个他们忘记了一点啊，中共最害怕什么？最怕老百姓挺身而出。你键盘侠没关系，自己在家里没关系，一到公众场合那不行，那养成这习惯那得了，所以就被保安带走了啊。然后还有这个青岛有个楼盘挂标语说拒绝穿耐克和 H&M 的人参观啊，这是作死啊。主角是谁呢？这第3天主角是华春莹啊。华春莹说了2段话，一段话是美国精心炮制所谓的新疆问题，不是真正关心新疆维吾尔人民，
他们真正目的就是破坏中国的安全稳定，遏制中国的发展壮大。我要告诉美方，今天的中国不是伊拉克，也不是叙利亚，更不是当年八国联军铁蹄下的晚清。美国导演的这出戏该收场了。然后他又说然后有记者问说，那个拜登总统说不会让中国成为最强的国家。然后他又开始说了说什么中国的目标从来就不是超越美国那么超英赶美是怎么回事？它从来不是，而是不断的超越自我，成为更好的中国。然后说作为世界前2大经济体，中美之间在利益交融中出现竞争并不奇怪，关键是在公平公正基础上良性竞争，既提升自我又照亮对方，而不是你死我活零和博弈然后这个上了热搜而且上了新华网的头条区就有点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情况？现在的情况是虽然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制裁新疆的这个实体和个人但是真正有杀伤力的并不是这个，真正有杀伤力是美国。美国今年1月14号，川普下台前的1个星期公布的那个制裁，那个是最有杀伤力的。那个行政命令是说什么？说不得美国的企业不得购买这个新疆的棉花及其制品，这个杀伤力最大我们老办法算账，先说新疆棉花。新疆棉花去年总产量是516万吨那么增长 3%， 占全国棉花总产量的 87.3%， 将近 90%。那么也就是说新疆棉花已经连续26年产量全国第一这个毫无疑问这个不会有什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抵制新疆的棉花和制品的话，意味着什么？你基本上在抵制全中国的纺织品和这个服装为什么？因为没有地方不用新疆棉花的。中国每年要进口200万吨棉花200万棉花主要是来自于巴基斯坦跟印度。那么意思就是说自己用还不够呢。但其实是什么？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纺织品大概是三种我们讲3种，一个叫服装，一个是叫纺织品，还有一个叫产业用的纺织品，皮布类似衬里这些用在服装，其实就用在纺织品里面的这个原材料大概是这3类。你可以看一下就知道什么情况中国服装1年内销1万亿这2年中国服装崩塌的很厉害。中国服装业现在中国内销的服装业我不说血流成河吧，但也是哀伏遍地这个没有疑问中国1年服装内销1万亿出口多少？出口是1200亿美元，这已经跌了好多年。这个中国服装已经我当记者到现在就一直在跌原来中国服装非常的厉害，大概折合是8400亿8400亿大概出口占中国服装总产量的 46%不到一半那么纺织品零售额是2000亿，出口是420亿然后加在一起呢大概是出口占 60% 然后就是产业用的纺织品就是配料纺织品配料零售大概是800亿然后这个出口是270亿，那么出口占 70%那3大种类加总，也就是说出口19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是13300亿那么也就是说整体的服装加纺织品总额超过中国总产量的1半
就这个概念啊，这概念。那么也就是说，那你如果把这个数一加在一起，你就知道，不管中国进口多少这个棉花，那么新疆的棉花都是在这里面的啊，在这你想一下，新疆棉花500万吨啊，也就是说中国你不可能说所有的新疆的棉花，因为新疆棉花其实是高品质的棉花啊，出口一般都是用新疆棉花啊。那么还有一些美国棉花，进口也会进美国棉花，美国棉花质量更好啊。那大概是一个这样啊。那我们再看出口，去年出口是18万亿啊，18万亿的这个人民币啊，18万亿啊，去年出口我看一下啊，去年出口总额是18万亿啊，那么出口总额，然后服装出口占中国出口多少？7.5%啊，那么就是服装加纺织品出口。那去年的情况，出口情况怎么样？去年出口是增加了的啊，增加了的。那么其中纺织品出口增加了30%，为什么？口罩、防护服都是纺织品啊。但是服装呢下跌6.4%，是不是受这个美国的影响不好说啊？但是肯定是受疫情的影响啊。然后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是美国开始抵制，美国抵制新疆棉花及其制品，那出口服装这一块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么虽然有人告诉我说这个原产地造假，原产地证明造假，一条龙服务，但是这事不会长久的啊，这个事情是不会长久的。那么你想一下，如果欧盟、日本再加上五眼联盟一起制裁新疆棉花，那基本上就把中国的纺织品跟服装出口就给封死了。那对中国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无法估计啊。所以呢，如果在新疆议题上，中国继续跟其他国家纠缠，那后果双边关系不断的恶化，就新疆这个议题不断的恶化的话，一旦发生连锁反应，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中国的第一个经济危机就从服装业开始啊，服装业这几年已经很惨了啊，但是中国似乎没有停下来的步伐啊。那么中国外交部3月26号宣布制裁英国4个实体和9个个人啊。那么他的说法是，日前英方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所以中国决定对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英方9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行制裁。他这个名单很搞笑，这个名单只给名字不给姓，就有点像老王、老李、小张、小侯，这样的名字啊，就他给名字不给姓啊，什么邓肯啊、加恩呐、劳顿呐、肯尼迪呀，也不给英文名字，很搞笑啊，什么芬尼呀，反正就是，然后这个禁止有关人员直系家属入境，包括香港、澳门，这个有点问题啊。既然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什么不禁止他们在台湾入境？对吗？也应该禁止啊。你既然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你为什么只包括这个香港跟澳门呢？啊，这个很搞笑，这是不是外交部在搞2个中国呢，还是怎么样啊？然后冻结其在华财产，禁止中国公民及机构同其交易啊，这个很不严谨啊，这就没看过美国的文件，美国文件呢实在是非常的清楚，制裁谁，名字陈用名啊，1234，电话号码加住址，清清楚楚
非常清晰的界定这个人是谁啊，非常清楚的界定他是谁，他什么职务，什么身份。你这写什么？你看这什么鬼啊？叫什么？包括图根哈特，你知道图根哈特是谁吗？这不是很搞笑吗？尼斯还是个中文啊，尼斯芬利当然我们知道他说的是谁啊，但是你不能这样啊，这个公开的文件写得很烂啊。然后这个其中包括谁呢？邓肯·史密斯啊，邓肯·史密斯是谁？英国前保守党领袖啊，制裁他啊。那么史密斯在推特上说，他说我们有责任对中国政府在香港的人权侵害行为，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大声疾呼。如果那样做使得中国对我发怒啊，我会带上这个荣誉徽章啊。然后是纽卡斯尔大学维吾尔专家芬利，他其中有个芬利，别人叫史密斯芬利啊。Joe 史密斯芬利在推文上说，似乎我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制裁，是因为我说出了新疆维吾尔人悲剧的真相，并且是出于良知。他说好吧，就这样吧，我不后悔说出，也不会保持沉默啊。这就是对英国的制裁啊，中国的现在是欧盟啊，欧盟然后是英国啊，我希望他最后是加拿大，最后是美国啊，最好是全部都制裁，那比较理想，这个效果会更明显啊。好，第一个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我觉得这个新疆棉花这个案子呢，我估计这个时候就开始慢慢的，中国那边开始慢慢的撤了。一方面这个对付这些跨国公司，也不算啥本事啊。然后我看网民也不是特别踊跃啊，有人就主要是调动了什么？主要是调动了这些议员的这个影响啊，议员个个都跳出来说我支持香港棉花，包括香港的那些啊，其他就没有太多的资源动员啊。好，然后我们就讲讲习近平啊，习近平在福建视察啊，福建视察前面我们昨天前天都看到一些视频啊。那么今天的新闻是他去视察武警，3月24号啊，这个新闻是发生在3月24号，这个新华社是26号发的新闻稿，去视察武警第2机动总队视察啊。他先说他的新闻，我们再来讲。他说武警机动他强调武警机动总队是武警部队机动作战的重要力量啊，这个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啊。然后就是什么要贯彻新时代军事作战战略方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全面提高履行使命的任务的能力，奋力开创这个部队建设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共建党100周年啊。那么武警机动总队呢，是武警有机动总队，有2个机动总队啊。那么他原来的这个机动总队的部队，其实原来全部都是解放军野战部队啊，就是野战部队转为隶属，原来隶属中央军委，现在全部隶属的武警啊，他直接是从这个野战部队转过来的啊。那么他还保留了原来是保留了野战部队的番号啊，所以呢，机动部队直接叫武警什么什么师啊。那么武警2师就是解放军第2师啊。那么38师啊，41师、93师、126师、181师啊，他都从各个野战军转出来，就华东野战军啊，华南这个叫什么？这个几个野战军从野战军里面转出来，直接转到了这个武警啊。
那么到了2017年，武警改制，2017年就是习近平这个第二个任期，他就改制把这个机动总队呢，把这所有的东西拢在一起，变成2个机动总队，然后机动总队把原来的番号全部去掉，就叫支队，1、2、3、4、5、6、7、8，总共9个支队9个支队是什么意思？就是武警有9个师9个师，一个师大概是大的强的师呢是2万人，一个师就1万人那么机动部队大概有10几万人，应该是这样然后福建的莆田有2个机动支队也就是说习近平应该是去了莆田去了莆田。那莆田除了机动总队还有什么还有鞋厂，莆田的鞋厂很多。莆田还有什么？还有莆田系莆田系是干什么的？就是卖假药，开医院中国的这些你看在网上看到的大量的这些医院，各种各类的医院，特别是武警医院，大部分是莆田开的这跟他机动部队有没有关系？应该关系不大然后就是武警还有什么呢？这个机动总队还有什么？3个交通支队，1个防化支队那你想一下，它都是什么军队防化军，老百姓有没有化学武器？应该没有吧还有1个直升机支队2个特战队那么其中有1个特战队叫雪豹突击队，雪豹突击队原来在新疆，后来调到广州，驻地在广州。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时候，这个雪豹突击队派到香港去。那你想一下，突击队干什么？特战队干什么？特战队主要是狙击然后搞暗杀这些这个后方的这个渗透这个作用。所以这个雪豹突击队在香港干了很多事情这我们以前说过。然后习近平呢，在这个机动总队听汇报这个肯定讲了一堆这个话最后说什么呢？说这个要全面贯彻军委军事训练会议的精神，聚焦备战打仗深入推进实战实训、连战连训、科技强训讲了一堆这个话，就没有什么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呢？备战这个话呢，一般来说不会常用不会常用那么习近平这个时候来讲备战呢，有没有特殊的意思呢？也许有，也许没有，但他肯定不会是孤立的那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还是想顺便讲讲武警武警呢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话题因为武警跟部队不一样，跟军队不一样。中国的武警呢，其实很多国家有内务部队内务部队就是防止出现一些这个内部的暴乱会叛乱会出现这种，所以很多国家有内务部队。那么中国的武警呢，它脱身于50年，中国有个公安部队，50年就建立了一个公安部队。公安部队原来隶属于公安机关公安机关。那么到了83年就成立了正式的叫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就成立83年正式成立。它还是这个序列是公安部的序列，属于政府序列受公安部的领导那么这是一个武警的这个变迁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国高层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我想讲这个的原因就在这里。在江泽民时代，江泽民其实没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江泽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根基他在你想一下，他在上海他主要的政绩在上海，他原来在一机部，他没有所有部队的经历完全没有，所以他在部队里面的根基没有。那怎么办？江泽民想了一个办法，抓武警
部队他抓起来有点困难，因为邓小平在，邓小平部队的这个关系很多啊，影响非常的大，所以为什么邓小平这个对江泽民的这个牵制是非常厉害的。那江泽民想了个什么办法呢？江泽民想了个办法，壮大武警。为什么？武警是关键，武警负责内保，就是所有的政府机关，包括个人，这个官员个人都是由武警来保卫，所以武警实际上是负责中枢啊，所以他就壮大武警。他在95年的时候，5月3号，武警就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安排呢？做了一个安排，他就是让武警归属国务院序列啊，国务院序列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那武警总队呢，受公安部的领导指挥啊，总部以下都受这个公安部的领导啊。那中央军委干什么呢？中央军委帮他编制、组织编制、干部管理、指挥训练啊，就帮他做这些工作，让他强壮啊。然后呢，就这个国务院主要负责武警的日常工作啊，工作安排啊，我给你工作安排，给你规模，制定这个编制、指挥啊。那么需要的时候呢，地方政府都可以指挥当地的武警，直接调当地的武警去抢险救灾，然后什么出现突发事件的时候，地方政府直接调当地武警就可以啊。如果你要跨区，那就要向国务院啊和这个中央军委批准啊报批啊。那么然后呢，他就开始升格啊。95年，中央军委把这个武警总队由副军区升格为大军区啊，大军区局。然后这个各个省的武警总队升为副军北京武警北京总队升级为正军级啊，就把这个地位提升啊。到了96年啊，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动作，江泽民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动作，把14个师拨到这个武警，就等于把武警这个部队给壮大。但这个14个师呢，不是甲级师。解放军的部队有几个级别啊？第一个是甲级师，甲级师它是它的主力部队，一般来说一个师大概有2-3万人啊，乙级师大概是1-2万人啊。那么乙级师是第2级的这个部队啊，然后拨了14个师到武警，那么加上武警内卫部队机动师啊，机动师就这个时候拨过去的。那么实行机动作战任务啊，由武警总部管理啊。那么然后就整个的武警那个时候武警已经将近有上百万人，所以呢，武警成为江泽民制衡那个军队一个重要的力量。好，习上台之后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怎么2018年。做一个大调整，做个什么大调整？原来是公安部跟中央军委双重领导武警，那么2018年直接把这个武警直接切到中央军委，就归建中央军委监制，不在国务院序列啊。不在国务院序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李克强手里唯一能调动的部队调动不了了啊，这就调动不了了。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地方政府就没有权利调动武警部队了，就是你辖区内的武警部队跟你就没关系了，直接归中央军委管。但是呢，武警部队又不列入解放军的序列。那当时的命令是什么？武警部队直接由中共中央军委指挥领导。什么意思？它不列到中央军委的序列，也就实际上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啊。那么2018年1月10号啊，1月1号零时开始，
归建中央军委，但是中央军委又不列序列，那但是授旗由中央军委向他授旗，谁来授？将习近平亲自给授旗，就变成了武警变成了习近平直接指挥的这个部队了啊。那么到了2018年的6月，然后就怎么呢？就成立了一个什么呢？就海警部队整体的划到武警去了啊。所以海警现在中国的海警全部都属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海警总队。所以日本人一直没搞懂啊，这个中国的海警是哪里的？中国的海警是武警的部分啊。那么到了今年的1月22号，人大常委会通过海警法。海警法是从今年2月1号开始实施。海警是干什么？海警就是很简单，就是一句话：海上执法。但是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呢，海上执法呢，海警呢属于警察，属于公安的序列。海警属于公安，它是没有武装的啊，那海警船是没有武装的。那现在它直接整体划归武警的话，武警是武装部队啊，直接就划武装。它是现在海警很多是军舰，直接上军舰啊，军舰带炮、带枪、带炮，而且它必要时，海警法规定必要时可以动武。所以实际上日本人还是没搞懂。海警现在是军队在执法，不是公安。原来公安是没有枪，就是没有那个炮的，不是军舰。现在海警执法的全是军舰，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啊。武警你可以看到，武警这件事情就很像什么？现在武警就很像以前的锦衣卫了啊，像以前的锦衣卫，就变成一个这样的角色。而且他的力量非常的大，就是习近平继承了江泽民扩大的武警规模啊，武警还是有没有100万我不知道，但是应该是接近100万的人，非常大的、非常强大的一个武装力量，好吧？我们就顺便今天顺着这新闻讲一嘴，讲这个武警这件事情，总结一下2点。第一点。新疆棉花案应该是中共后面在降温啊，但是他在外交上继续制裁，这个动作没有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实际上它的纺织服装业是有危机的。如果西方国家联合起来继续对新疆棉花进行全面制裁的话，那就意味着影响就非常的大。所以这个叫什么？叫这个 BCI 非常重要。BCI 到现在为止没有发过任何一个总部没有做过任何声明。同时，大家想一下，虽然现在很多造假啊，但是 BCI 取消了新疆地区的这个许可证，参加新疆的这个BCI 的这个成员都不会买新疆的棉花，所以其实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去年中国的这个服装出口跌了一点，但跌的幅度并不大。我觉得更多的是受疫情影响。今年就要看一下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好吧？我们如果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制裁这个新疆的棉花的话，那中国纺织业的后果不堪设想，那血流遍地啊，那是血流成河啊。好吧，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我再特别讲一下啊，很多事情呢，我们不能看表面啊，就不要看到这个声音大不一定管用。第一，不一定管用；第二，不一定有实力啊。实力是什么？实力就是你一撤东西还站不站得住？你东西一撤，它站都站不住了，那有什么实力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
我们要看背后的东西啊。好，明谢 John Snow， 谢谢 Gen Z， 谢谢 Model in Paddle， 谢谢情绪。离开学校后，我从来没有像听王先生的课这么认真听过任何一堂课。王先生的分析讲解条理清晰，论证准确，有自己独到的观点，非常感谢王老师，祝节目更上一层楼。感谢你的鼓励和支持啊，谢谢。情况，我所住的小区业主群没人发抵制的东西，公司朋友群也没有，普通国人对 CCP 的爱国运动没什么热情。OK， 就是没调动起来啊，没调动起来。没调动起来有2个原因，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平时打得太狠了，就是平时敏感词太多，把大家给打怕了，不敢说话，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事儿，不大靠谱。你讲新疆棉花对普通老百姓也没什么感觉啊，所以他可以捏住具体的，捏住几个议员让他们去表态，但是老百姓调动起来不大容易啊，因为他没有接近性。这个话题呢，不大容易煽乎起来啊，因为他只是说不买新疆棉花。情况，在新疆某医院工作的高中同学说，如果在单位想升迁，就必须去南疆支教1年。在某小学当老师的舅妈也是，如果想评高级职称，也必须去南疆支教。支教结束后，他回家说，当地的小孩很可怜，家里没有大人在，每天脏兮兮的。除了事业单位去所谓的支教外，每年还会有大量的退休人员报名去南疆支教。纯粹是为了多一笔收入，这只是冰山一角。中共就是这样，让普通老百姓手上也沾指血液。如果有清算的一天，让所有人都撇不清干系，支教也没啥。可怜是什么？没有大人在，这个话才是关键。大人哪去了？大人在集中营呢，小孩子没人管，这就是新疆的情况。新疆现在很多的小孩，大人被抓了。抓到这个集中营去了，小孩子一个人在家里，很多这种情况啊。2014年大学维族同学回校，在火车站出站时，一本小小的学生证封皮被安检人员剪得体无完肤，说要查查看里面有没有藏着小刀，真的可笑。一本那么小的学生证怎么可能藏刀？还有为什么单剪维族同学的学生证？后来我同学在宿舍跟我诉说这件事情，手上拿着被剪的碎掉的学生证，他一个维族大老爷们儿哭得欲哭无泪的感觉。情况，今天去项目上检查，吃饭时聊起台湾，有个同事说只要对台开战，我党分分钟灭掉美军在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基地，感觉他真的知识匮乏，对美军的军事能力一无所知。好吧。情况，今天北京奥特莱斯阿迪达斯4件5折，耐克3件7折，优惠多多。要不是北京今天下雨，人会更多，所以抵制只是工作罢了。OK， 可怜的这个叫什么？那家公司叫什么来着？叫那个滔博滔博，其实这都是滔博的，中国的上市公司啊。观点，纺织业和制鞋其实入门门槛较低，所以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是从纺织业开始。中国当年因为劳工成本较低，所以台湾的纺织业和制鞋业大举入侵中国发展。现在越南、印度和东南亚等劳工成本低，也比中国低了，可以预见中国的纺织业逐渐没落也是可以预期的。当年做纺织很多，一个是台商，一个是港商啊。我记得有一个台厂叫豫园，豫园的厂有多大？豫园厂区整个厂区有30万人，就豫园厂，围绕着豫园厂有30万人，那么员工有10万人，围绕着这10万人还有20万人家属啊，做他们的生意的人
很大的一个规模，非常庞大。豫园厂、台资厂，台资厂就是目前来看，把这个一个厂子的规模做的最大的，以前是日本人啊，后来日本人把台湾人教会了，台湾人就把厂子做的，我见到过最大的厂，全部都是台资厂啊，台资厂。但是要管理的最好的还是日资厂。我一同学就日资厂的厂长，纺织厂、服装厂，日资的服装厂，他们有多少工人？3000。他跟我说，他是个男生啊，我的同学是个男生，管3000，基本上全是女工。他说最烦的就是什么？他说每天他们烧卫生巾都是烧出很多的烟来，就是那个烧的曾经这个消防派车来，你想一下什么情况？他说这个纺织厂规模非常的大，就是这样。这个中国的劳工是什么情况？中国经济的发展靠的是什么？很多人讲啊，没有共产党就中国没有今天，那纯粹胡扯，就是靠的是他们，就是这些人做出来的贡献啊。这个加班就是中国的这些农民工，如果你现在经常讲啊，就农民工工资很高啊，什么这个现在工资很高，那个工资很高，大家不知道他们加班是什么情况，他们就是回去睡一觉，然后就回到岗位上继续干，这样才能拿到工资，拿到靠谱的工资。而且如果这个厂子不加班，这个厂子招不到工人，就是这样。观点致敬苹果公司，苹果已经明确将切断使用新疆劳工的中国供应商的联系。这个话题不仅没有上新浪热搜，连话题都无法显现。这次这么多的外商，真正撤回声明的只有非常少的几个。OK， 情况，今天特地驱车来回50公里买 HM， 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正确的事情。王老师加油！好的。情绪战狼的挑事儿，粉红的脑残和各种媒体、艺人、企业可悲的自我审查，暴露了中国的不自信。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共如何精准控制舆论？能不能指哪打哪？说煽动就煽动，说降温就降温，不怕失控吗？怎么说呢？核心的它有几个关键点啊，一个关键点就是它控制平台，你比如说微博后台它控制，它指挥微博的后台在干什么？比如说热搜这个拿下，大家知道热搜很重要，很多人去跑到热搜去看，所以热搜很重要。所以它控制平台，控制微信平台，控制微博平台，控制这些所有的平台，抖音啊，这全部它控制。所以它能精准控制舆论，它就能通过这个平台背后看数据，然后去删帖。所以你看哟，这个捡衣服啊，他想把这火搓起来，那就上热搜，把那一条跟这个捡衣服有关的视频放上去，那这视频不就火了呗？大家都看见，大家会看见有人模仿，他把模仿的全部传一块儿，又火了呗，就是这样，他就这样操控舆论呢。难吗？其实不难，其实操控舆论其实非常的，只要有工具，其实很简单。失控嘛，一般很难失控。就你10个8个看了没关系嘛，没关系嘛。你要影响是什么？一上来一条东西抛出去，上百万转发，上千万浏览，上千万播放，这才叫影响。你10个8个，1、2万个没有什么影响啊，所以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观点，武警是对付国内百姓的武装力量，一个国家每年的维稳经费比军费还高，真是闻所未闻，非常正确。武警出动的是什么？一般来说，
在国内不能动用部队，不能动用军队。军队是来干什么？军队是如果发生了外部侵略才动用军队，那么内部发生叛乱就是动用武警，或者是我们讲内务部队啊。所以武警变成了100万，说明什么？说明中共心里很虚啊。观点 CCP 是不敢把新疆问题展开了说，尤其是在中国人面前，话多了会露馅儿，而且这些品牌的确只指日常生活，跟砸日本车还不一样。OK， 情绪战狼的挑战啊，这个念了。观点提问：这些对内的大量军队，为了维稳，为了渗透，也为了防止陈胜吴广，中国会发展成为全面高压的警察国家吗？中国不是警察国家吗？中国不是全面高压的警察国家吗？中国就是全面高压的警察国家呀，对吧？你想一下，武警部队有100万，还有多少警察？你看看中国警察有多少啊？观点：作为台湾人，我能理解百姓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只说违心的话，愿那些邪恶到骨子里的政权在这个世间消失。OK， 提问：之前习通过环保政策驱逐国内制造业，为高科技腾空间，有这么一说吗？我这第一次听说。请问王老师，这次打击阿迪耐克是不是也是出于类似的动机？没有吧？不是。打击阿迪跟耐克是为了干什么？我们刚才讲了，收拾为了新疆议题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国内是不是真的没有明白人在习周围了？现在的加速每一步都卡着点，给欧美递刀子，难道真的没有任何制约权利可以限制这么愚蠢的行为？老毛当年还有个恩来，现在感觉竟是无一事男儿。不知道。原来有个王岐山，现在有个王沪宁啊。那么王岐山应该是说不上话了，王沪宁应该可以啊。王沪宁看不看得清楚呢？不知道他们这些他看到了他不一定说啊。为什么？他不爱听，他不就不说没啊？这个都很难说啊。这个你说中国这么大，有没有明白人？有没有厉害的人？当然有啊，大把。你想一下，我举个例子，江泽民那个时候的任何一个部长，江泽民时代的任何一个部长，都比现在李克强强。那你想想，胡锦涛那个时候，胡锦涛那个时候身边还是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啊，还是有一些。那现在不了解，现在我因为没有日常跟这些新闻，不了解这些人了。以前还是有很多很厉害的情况。第一次听到京剧，反美是工作，在美是生活，很不耻。我跟他说好想举报这种小人，把美国当傻子耍。那是意味深长的笑一笑，说你当真我们不知道 CIA 是傻瓜，这种人哪去了？好情况，作为曾经的中国美国商会的负责人，我的老公说，当初美国商会之所以会积极推动中国加入 WTO， 最根本的动力是为了让美国公司能在一个有国际规范的经营环境中经营。至于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和国际化，不是我们的动机，保护美国人的利益才是。中国政府这些年真的让很多西方人不能在商言商。商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那也是不是他的责任。我们讲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正常的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啊。那么商人的天职是什么？商人的天职就是挣钱。为什么？他是这样，一个企业
如果他努力做对了事情，那么这个社会就奖励他什么呢？奖励他利润啊。所以利润是什么？利润是这个社会奖励一个有效率这个有效率的企业，或者是做对了的企业给他的奖励啊。如果这个企业如果他做错了，他不够努力，或者他没有效率，那么这个社会就用什么？用亏损来惩罚他。所以一个企业家他的任务是什么？一个企业家他的天职就是挣钱，挣钱是证明他这个企业把事情做对了，所以他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挣钱，他没有其他的任务，他就是唯一的任务就是挣钱。挣钱说明这个企业给这个社会带来了贡献，这就是企业家的天职。所以他推动民主和国际化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的任务就是挣钱。他跑到中国去挣钱，如果他有利润，说明什么？说明他在中国向中国社会提供了正确的、有效率的服务和产品，中国社会就奖励他利润。他的企业跑到美国去挣钱，说明他在美国提供了好的产品，提供了好的服务，这个美国社会奖励他利润。所以一个有利润的企业是证明他是完成了他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常识啊。提问：关于制裁中国，28个成员国27个同意，欧盟唯一没有同意的国家是匈牙利，是不是代表匈牙利已经被渗透？我不知道，他也许有别，为什么不同意啊？我不知道制裁中国，欧盟还有28个国家，有27个同意，是不是？你是不是说的是外长投票啊？我没有看到那个外长投票啊。提问：王老师好，感谢这么好的节目。今天认识一个写时评的人，我就对现在的言论环境表示了不满。他说对有些事情看不顺眼的时候，就可以和爸妈聊聊，意思就是共产党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要看他的优点。我觉得不对，但又不知道怎么反驳，想请教王先生。共产党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陈述是错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共产党提升的，是人们自己挣回来的，对吗？我坐在家里，你会给我钱吗？不会呀，我去打工挣回来的钱。所以共产党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这本身是一个虚假陈述，可以反驳吗？那如果他说如果这个工作是共产党提供的，共产党没有提供过，公务员是共产党提供的，别忘了共产党提供的这个岗位背后是纳税人交的税，所以这是缺乏常识的人。提问：今天foreignpolicy.com 有一篇熊猫派的文章，说川普和拜登的对华政策都错了。请问王老师，在今天美国的政治气氛里，熊猫派有多大的市场？我不在美国，想听听你的感受。熊猫派还有啊，现在还有啊。美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啊，那么你觉得还是要跟中国走近乎，很正常。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单一的声音，说我们现在政治正确就是对华强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国家美国就有问题了啊。至于说这个文章会不会有市场，我觉得也是有市场，你去看民调就知道啊。那么还是有一部分美国人是认可中国的，所以一个社会，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它一定会产生多元化的看法，有多元化的价值，所以多元化的社会才是一个开放社会的它的本质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的，现在主流民意是要对华强硬，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结论是没有错的，但是也是有要跟中国做生意，也是有在中国获得利益的部分，所以美国的政策都要考虑到。你看，比如说像
像昨天这个 SEC 的那个文件57页的文件，根据这个外国公司法，外国公司叫什么法啊？要求在3年之内，如果你没办法提供这个所需要的资料的话，你就要退市。它这时间幅度拉得非常的长，3年时间。为什么要拉这么长？给你足够的时间让你撤离，让你卖掉这个股票。所以这就是美国一个这样的多元化的国家，它有多元化的利益点，它有多元化的看法。它在执行一个政策的时候，它就要打出足够的冗余来，否则的话你就一刀切下去。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独裁的国家，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政策都是一刀切。一刀切是什么概念？一刀切就是我不管切下去哪里会受伤害，没关系，我不管，我只在乎什么？我只在乎我这个政策的效率，我不管后面的代价。那么所谓中共最喜欢喊的一句口号叫什么？不惜一切代价，你就是那个不惜的代价。所以我们在观察，经常我们现在经常遇到的情况，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参照系是我们生活过的中国大陆啊，参照系是那个参照系，其实那个参照系是不对的，本身你的参照系就不对。你要改变的是什么？我们要改变的是我们要把脑子里这个参照系改过来。那你看他这个，如果你参照系没改过来，你看问题的角度会经常你会很别扭，你会遇到你无法判断的事情，或者是判断错误。大部分的原因来自于什么？你的参照系的不对啊，要改的是这个参照系。好吧啊，好，我们今天主题大体上就这样了啊。那么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这样。那么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讲一下啊，就是我等一下节目之后，我会在这个社区发一个帖子，那么请会员把明天要提的问题或者是准备的话题在里面贴一下，那么我可以做一些准备啊，大家也可以做一些准备，好吗？那我看一下这里面还有什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再见。